我经常被问到一个极其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极少数人似乎总能毫不费力地获得他们想要的生活？他们从容平静，富有创造力，而绝大多数人却终日挣扎，满身疲惫，甚至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失去了对未来的所有期待。许多人习惯于把这种差异归结为天赋、运气、出身，或者是单纯的努力程度。但在我长达几十年的观察、试错以及对底层逻辑的拆解中，我发现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这个真相极其冷酷，但又无比精确，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核心的壁垒，根本不是智商或财富，而是能量。或者，如果我们用更接近物理学本质的词汇来描述，是你的振动频率。你绝对有过这样的切身体验。试想一下，你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走进一家咖啡馆，原本你心情不错，脑子里甚至还有几个关于未来的好点子，然后你坐下来和一个熟人喝了半个小时的咖啡，你们并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争吵，甚至聊的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社会新闻、行业八卦或者是生活里的琐事。但是当你站起身，推开咖啡馆的门走到街上时，你突然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扎破了的皮球，你的精神被彻底抽干了。你原本那种想要去创造点什么，想要去好好生活的冲动，在一瞬间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感、无力感，甚至是莫名的烦躁。你开始怀疑自己的计划是不是太天真，你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可控的危机。听着，如果你曾经有过或者现在正处于这种被抽干的感觉中，我得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不是你的错，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但这绝对是你现在必须立刻去正视并解决的致命危机。因为你的能量是你在这个宇宙中唯一真正属于你的资产。在我们深入剖析这个关乎你现实命运的底层系统之前，我需要你做一件非常具体的事。这不仅仅是一个互动，更是一个为你潜意识重新编程的动作。请你在现在这个时刻，在这个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敲下这句话：我与高频能量对齐。不要犹豫，写下它。在这个充满了噪音、焦虑和信息垃圾的互联网世界里，把这句话当作你为自己建立的一个能量锚点。当你敲下这些字的时候，你在向你的大脑，向你周围的量子场宣告你的选择。当你看到评论区里其他人留下的这句话时，我希望你能真实地感受到那种汇聚起来的、纯粹的、积极的同频共振。写好了吗？我们继续。要彻底明白为什么别人能消耗你，我们首先得撕开表象，去看看这个世界在最微观的层面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很多人一听到能量、频率、量子宇宙这些词，本能的就会觉得这是某种虚无缥缈的神秘学说，完全不是。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现代物理学，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绝对坚固的物质。你看到的桌子、椅子，你自己的身体，在最底层的量子尺度上，全都是极其空旷的，里面只有一些微小的粒子在以特定的频率疯狂震动。整个宇宙其实就是一场庞大到无法想象的交响乐。你的每一个极其细微的念头，你脱口而出的每一句话，你在深夜里感受到的每一丝情绪，全部都是真真切切的能量波动。这就像是一个无比精密的广播系统，你不仅是一台接收器，你更是一台大功率的发射器。在这个系统里，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能量频段，其中有一类我们称之为高杠杆的顺应宇宙基本规律的高频能量，比如绝对的平静、无条件的爱、由内而外的喜悦，以及对万事万物的慈悲。当你的内部操作系统在这些高频段上运转时，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毫不费力，你的直觉会变得极其敏锐，你会莫名其妙地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些看似不可能的灵感会像泉水一样涌现，你不再是逆水行舟，而是顺流而下，整个宇宙都在你的背后推着你走。
但悲哀的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由于后天的社会规训、生存压力和未被处理的心理创伤，都长期运行在另一种极其低效的低频系统里。恐惧、愤怒、嫉妒、抱怨、怨恨，还有那种深深的受害者心态，这些情绪的物理密度极大，极其沉重。它们沉重到什么地步呢？它们就像是微型的黑洞。一个长期处于低频状态的人，不仅在持续吞噬自己的生命力，他们还会本能的、不知不觉地去撕扯周围一切靠近的高频能量源。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喝咖啡的朋友能让你精疲力竭的原因。他们需要填补自己内心的巨大空洞，而你，出于所谓的礼貌或是同情，敞开了你的能量场，成为了他们情绪废料的倾倒场。我曾经有一个认识了非常多年的老相识，为了方便讲述，我们就叫他麦克。麦克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他有着让人羡慕的学历，脑子转得飞快。但每一次我和麦克见面，我都感觉自己在经历一场慢性的精神中毒。他拥有在这个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负面逻辑系统，无论你跟他聊什么，他总能精准地找到事情最糟糕的一面。经济环境马上就要彻底崩盘了，他所在的行业已经被资本家毁了，他的老板是个一无是处的蠢货，而他身边所有的同事都在暗中算计他。最可怕的是，他说的一切似乎都有严密的数据和看似客观的事实做支撑。早些年的时候，我还会试图去安慰他，试图用我的乐观去感染他，甚至绞尽脑汁地帮他想解决方案。但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现象，每次听他倒完2个小时的苦水，我发现我原本打算在那个下午去完成的代码，去深入阅读的研报，去做的长期投资规划，全都被无限期搁置了。我的脑子里像被塞满了一团乱麻，充满了莫名其妙的焦虑和对人类的防备。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醒悟，麦克根本不是在寻求解决方案，他甚至根本不想改变现状，他只是在向我进行一场毫不留情的能量吸血。他需要有人来分担他内心那座即将爆发的低频火山，而我像个白痴一样，主动交出了我最宝贵的注意力去替他承接。这在人生的长期博弈中是非常致命的。你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拥有的财富，不是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也不是你的房产，而是你的注意力、你的时间，以及你内心的平静。你的心灵能量拥有开启你人生无限潜能的唯一钥匙，这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玩任何长期游戏、获取任何复利的基础。如果你像一个没有门卫的游乐场一样，任由任何人随时闯入，把你的能量抽走，去填补他们的深渊，你拿什么去构建你渴望的现实？那么，面对这个充满了低频噪音，几乎每个人都在向外索取的世界，你该怎么做？你怎么才能在泥潭中保持自己的干净，确保自己的振动频率不被那些低频的黑洞拉扯下去？答案是，你必须在自己的大脑里安装一套名为内在觉察的监控程序。很多人把觉察这个概念搞得玄之又玄，其实觉察极其简单，简单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觉察就是你学会在意识里退后一步，看着你自己的大脑在运作。你的大脑本质上是一个极其古老的硬件，里面运行着一套为了在远古丛林里生存而设计的软件程序。这套程序充满了各种从社会、从父母、从学校那里强制下载来的旧代码，其中很多代码是有毒的，是充满应激反应的。当别人对你发火或者向你疯狂抱怨时，你的默认程序可能是立刻跟着一起愤怒，或者是感到一阵强烈的内疚，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拯救他。觉察就是当这种本能的反应在你的胸腔里升起的时候，你没有立刻被它控制着去采取行动，你就静静地看着它。这就好像你独自坐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手里提着一盏明亮的灯笼，灯光瞬间照亮了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布满灰尘的蜘蛛网。你看到了那些你平时根本意识不到的潜意识模式。想要真正拥有这种监控自己系统的能力，
你得学会极其深度的独处，去练习冥想。不要对冥想抱有任何宗教上的幻想。冥想不是让你强行清空大脑，让脑子变成一片空白，那是死人才有的状态。冥想是让你坐在那里，看着你的想法像屏幕上的弹幕一样飘过去。你觉得鼻子痒，你觉得腿酸，你突然想起了昨天的一件蠢事，你开始焦虑明天的账单，看着他们。不要去评判这些想法是好是坏，更不要去认同他们。当你能把那个观察的你和那些被观察的想法剥离开来的时候，你就触碰到了宇宙中最深邃的宁静。当你能把这种状态带入到日常生活中，带着全部的注意力去体验当下的每一秒时，别人的低频情绪就很难再把你卷进去了，因为你变成了一个绝对清醒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个盲目的参与者。除此之外，养成自我反思的习惯，无论是通过写日记，还是在每天睡觉前在脑海里复盘一天的经历，这就像是每天给自己的能量场做一次杀毒。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审视，你会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漏洞在哪里。一旦你看到了漏洞，它就对你失去了致命的控制力。你就会明白，今天麦克抱怨的时候，我感到胸口发闷，根本不是因为世界末日要来了，而是因为我内心里也有一丝对未知的恐惧被他意外唤醒了。当你把这些隐秘的连接斩断，别人的低频就再也无法渗透你的防御。这就直接引出了保护能量的终极武器：设定界限与保持超脱。我希望你从今天起，把你的能量场想象成一个绝对神圣的私人领地。你是这个领地拥有绝对生杀大权的君王。你必须极其冷酷、极其理智地决定什么人、什么信息、什么样的环境可以进入你的领地，什么必须被永久地挡在门外。很多人害怕设定界限，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自私，害怕得罪人，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想法。设定界限根本不是自私，这是对你生命最高级别的负责，也是你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大的贡献。因为一个耗尽了能量的你，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健康的界限不是让你去建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把自己和全世界彻底隔离，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隐士。健康的界限是在你美丽的花园外面装上一扇极其坚固的门和几道栅栏。当你遇到那些能够滋养你的，让你感觉到兴奋、快乐和启发的人或事时，你把门敞开，热烈欢迎。但是当你遇到那些永远在消耗你、永远在抱怨、永远试图把你拉入泥潭的人时，你必须有勇气且不带任何负罪感的把门重重地关上。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麦克的故事，当我彻底看清了那个能量吸血的机制后，我停止了和他那些漫长而无用的会面。我没有和他发生任何激烈的争吵，我也从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他的悲观，我只是非常平静地慢慢地拉开了距离。当他再次试图向我倾倒垃圾时，我告诉他我很忙。我确实很忙，我忙着保护我极其珍贵的能量，我忙着去创造我渴望的生活，我忙着去和那些眼里有光的人交流。如果一个环境或者一段关系让你觉得你的灵魂正在枯萎，那你必须立刻拔腿就跑，绝不回头。在这个过程中，超脱是一门你必须掌握的高级艺术。在古老的东方哲学里，有一本极具智慧的经典里有一句极其通透的话，大意是说，你应当全力以赴地去行动，但绝不要执着于行动的结果。这简直是人类心理学的巅峰认知。超脱绝对不是让你变成一个麻木不仁、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的冷血动物。超脱是你在和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互动时，你的内心始终抛着一个不受任何外部风暴干扰的锚点。你可以倾听别人的困境，你可以给出你最真诚的建议，甚至你可以伸出援手，但你绝对不能把别人的因果和情绪业力背在自己的肩膀上。你永远不要试图去拯救一个根本不想被拯救的人，那只会让你跟着他一起沉入漆黑的海底。你在内心深处保留着那份绝对的纯净和喜悦，
你不再从外界、从别人的感激或者认可中去寻找自我价值。当你彻底切断了对外部认同的渴望时，别人的低频就找不到任何可以挂靠的钩子，自然就无法拉扯你了。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光有坚固的防御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想要持续在极高频率上运转的生命系统，需要源源不断的、最顶级的优质燃料。你必须学会一套极其强大的自我滋养机制。现代人之所以如此容易被耗尽，最大的病根在于我们离真实的自然源头太远太远了。我们每天把自己塞进钢筋水泥的格子里，整日整夜地盯着那块发光的玻璃屏幕，疯狂地吸收着互联网上那些被算法刻意投喂的碎片化的、充满了戾气和焦虑的信息。在这样的环境里，你的灵魂怎么可能不枯萎，去接触大自然？这是人类已知的所有方法中最快、最高效、最没有副作用的能量重置方式。大自然里没有任何人类社会的虚伪套路，没有任何关于 KPI 的焦虑。你只需要走进一片真正的森林，去听听风穿过树叶时发出的那种极其宏大的沙沙声，去感受一下没有任何遮挡的阳光晒在你皮肤上的那种真实的温度，去看看那些树木。一棵树不会因为你今天是贫穷还是富有而对你做出任何评判，一朵花不会对你提出任何无理的要求，它们只是存在。当你把自己完全浸泡在这种纯粹的、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存在中时，你自身那种被现代社会扭曲的生物频率会被大自然极其强大的原始能量强行拉回到一个和谐的基准线上。你会在这短暂的抽离中突然觉得，人类社会里让你焦头烂额的那些破事儿，在浩瀚的宇宙尺度下，连一粒灰尘都不如。然后是感恩，听着，不要把感恩理解为那种泛滥而廉价的心理学鸡汤。如果你用量子力学的吸引力法则去解构它，你会发现感恩是一种极其硬核且强大的现实扭曲立场。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能量就流向哪里，你的现实就在哪里坍缩。当你每天一睁眼就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看，盯着卡里的余额不足，盯着工作的不顺心，盯着别人的光鲜亮丽，你向宇宙发射的就是一种极度匮乏的频率。而宇宙是一个绝对公平的复印机，它会原封不动地给你复制并返回更多匮乏的体验。但是当你开始刻意地去审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哪怕它极其微小，哪怕只是今天吃的一顿极其美味的饭，哪怕只是你拥有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健康身体，哪怕只是今晚的月色很美，当你对这些产生真切的感激时，你的频率就在瞬间从匮乏切换到了极度的富足。而富足是吸引更多好运和奇迹的唯一引力。你还要在你的内心里极其用心地去种下同情和善良的种子。而这里面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是对你自己善良。我们对别人往往很宽容，但对自己却极其残忍。你必须学会无条件地爱自己，去接纳你身上那些让人尴尬的毛病，去拥抱你那些不完美的部分。当你停止了脑海里那个不断苛责自己的声音，当你不再在内心里和自己疯狂打架的时候，你内部巨大的能量损耗就停止了。那些被释放出来的能量足以让你去改变世界。自爱绝不是什么病态的自恋，自爱是你清醒地知道你值得这个宇宙中最好的一切，这是你夺回生命掌控权的唯一途径。同时，你必须极其严苛地审查你周围的能量环境。你不仅是你吃进去的食物的总和，你更是你每天摄入的信息，你接触的人的总和。你去读什么层次的书，你去听什么振动频率的音乐，你选择和什么样的人混在一起，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重塑你的量子场。去把那些短视频软件删掉，去读那些经过了几百年时间检验的伟大思想，去听那些能让你的灵魂产生战力的音乐。最重要的是，去结交那些在玩人生长期游戏，那些眼里有光，那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在积极建设的人。当你在这些高频的事物和人际网络里泡得足够久，你根本不需要刻意去维持什么，你自己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束极其耀眼的光。
你不仅百毒不侵，你还会照亮周围的人。最后，我想谈谈维持高频能量中最核心也是最痛的一环，绝对的自我负责。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听，因为它会击碎所有的借口。你现在生活里经历的一切，无论是光芒万丈还是极其糟糕，归根结底，其实全都是你自己吸引来的。你是你现实世界唯一的建筑师，你所做出的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决定，你脑海里闪过的每一个念头，你嘴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在无形的量子场里引起了巨大的涟漪，并最终坍缩成了你今天所面对的现实。很多人极其抗拒承认这一点，因为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实在是太舒服了。他们觉得是糟糕的原生家庭毁了自己，是无良的老板剥削了自己，是这个残酷的社会让自己没有出头之日，或者是身边那些低频的人吸干了自己。把责任推给外部世界，能让你获得瞬间的心理安慰，但你要知道，这种安慰的代价极其惨重。当你把责任推给别人的那一刻，你就同时交出了你改变自身命运的全部权利。想要真正拥有并维持那种不可思议的高频能量，你必须具备一种极其强悍、极其孤独的自我负责的精神。这意味着你必须准备好随时逆流而上。这个社会的默认机制是期望你去合群的，期望你去追求那些虚荣的物质指标，期望你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而不断妥协。如果你选择了顺从这些外部的低频期望，你可能会得到一种短暂的虚假的安逸，你会觉得大家都在这么做。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感到一种极其恐怖的空虚，因为你为了那点可怜的认同感，背叛了你最真实的自我。拥抱绝对的自我负责，就是有勇气去死死地捍卫你自己的真理，哪怕这意味着你要经历长时间的孤独，哪怕这意味着你会被周围的人嘲笑，不被理解。当你每天都在自爱的频率中震动，当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大到职业规划，小到今晚吃什么，都完全符合你内心最深处的价值观时，你的能量场就会被彻底净化并无限放大。到了那个境界，你不仅不再畏惧任何低频能量的消耗，你的存在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极其强大的引力波，去启发和唤醒那些准备好要改变的人。朋友们，不要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宇宙本质上就是高频能量与低频能量相互交织、相互博弈的巨大游乐场。不可避免的，你会遇到那些浑浊的、沉重的，试图把你拉下水的低频人群和环境。但请记住，保护好你的能量，确保你的振动频率不被降低，是你对这趟极其短暂的生命旅程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责任。不要让任何人以任何名义熄灭你内心的那团火，用极度清醒的内在觉察去审视你的系统，用冷酷而坚固的界限去构建你的防御，用超脱的智慧去游历人间，用大自然和绝对的感恩去持续滋养你的灵魂。最后，用毫无退路的自我负责去创造你的现实。我得承认，这绝对不是一件一劳永逸、轻松愉快的事，这是一场需要你倾注一生去践行的修行。但我真的希望今天的这番剖析能成为你拨开眼前迷雾的一点点微光。希望从今天起，你能像守护你最珍视的宝藏一样，守护好你那高频的震动，让你不再受周遭那些沉重与浑浊的侵扰，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活出你本来的充满了无限潜能、充满了爱与平和的真实模样。看看当下的环境，你会发现整个世界似乎都笼罩在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中。经济的周期波动，各种让人焦虑的社会新闻，每天都在像海啸一样冲刷着我们的屏幕和大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向外求是注定会痛苦的。守住你的本心，稳住你的内在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乎你的生死存亡。我真心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你的每一段时光都能被高频的能量温柔地环绕。希望你的生活里能充满那些不期而遇的高质量的美好馈赠。
在个人成长和觉醒的这条路上，走得无比踏实、从容且平静。如果今天的内容在某个瞬间触动了你，或者让你看到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人生地图和视角，别忘了在离开前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并顺手开启旁边的小铃铛。你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本质上也是一种高频能量的输出。你在帮助这种底层的觉醒知识去触达，去拯救更多现在正深陷低频泥潭里需要它的人。这是属于你的改变世界的力量。感谢你付出了极其宝贵的时间来聆听，保护好你的能量，保重自己。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